这是一辆堪称模型级还原的1:8超旗舰跑车，关键还拿到了奥迪的正版授权。和前几天评测的奥迪 R8 一样，同样也是来自国产伯乐专积木的最新套装。那这款赛车的原型车奥迪 Quattro SE 呢，作为 Group B 拉力赛时代的传奇车型，也是公认的人类赛车史上最伟大的拉力赛车之一。除了模型级的外观还原，我们还可以看到前后悬架，以及还可以通过加入电机来把它快速的改装成动态版。那么在详细的评测测试之前，我们这里先通过模型对比来看一下外观还原情况。首先是整体的外形轮廓，虽然说这辆车的原型车本身比较方正，但设计师呢仍然还是做了一些细微的角度创建，比如引擎盖这里的微微倾斜的角度，两侧侧裙底部的轻微斜度，当然也包括 A 柱、B 柱、C 柱这几个大轮廓角度。细节方面，车头中间的奥迪标志还有进气格栅，两侧的各3个圆形大灯，两侧的前大灯，还有靠下拐角这里的橙色行车灯，那全部都是做到了还原。引擎盖上面有一个整体的轻微凸起，以及前面3个、后面2个通风口呢，都是通过砖块零件进行搭建。而右侧的斜向通风格栅则是通过透明贴纸进行还原。打开引擎盖，里面可以看到，应该说是迄今为止所有科技组跑车里最还原的发动机舱了。不光是直列5缸发动机，甚至连这些很细节的管线呢，都做到了还原。而且还有边上的蓄电池、刹车油、发动机冷却液、防冻液等等这些小细节。再看车门，可以看到门把手以及车窗上的小通风窗，同样也是1:8跑车中很少见到的搭建。然后是前后轮眉以及轮毂，那这里呢都是通过专门开模的独占零件进行的还原。接下来是车顶的天线以及整体呈一定倾斜角度的尾翼。来到车尾，这里基本也是使用砖块零件进行搭建。那底下的排气管呢，这里同样也是做到了还原。打开后备箱，里面呢还可以看到一个备胎。最后就是驾驶室内部，在这里呢，除了可以看到对防滚架的还原，另外还可以看到运动座椅，还有和模型完全一致的一直拉到驾驶室后面的5点式安全带。前面的方向盘、仪表盘，还有下面的离合、刹车、油门3个踏板，中间的挡杆，甚至连副驾驶位下面的踏板都做到了还原。而且和模型对比下来呢，我们可以看到仪表盘上面的这些图案和模型也是基本一致的。那么外观方面就是这样的情况，大家感觉可以打多少分呢？下面我们就从开箱开始，来看一下这款套装的其他方面。彩盒采用了天地盖设计，除了原型车信息、1:8的模型比例以及3887片的零件数等信息，右下角可以看到这款套装也是属于伯乐专的收藏家系列。另外还有彩盒背面的功能图示，以及侧面这里的改装动态版所需要的动力组件。打开彩盒，可以看到嵌在盒子上的亚克力展示名牌，不过可惜的是，这个名牌的边缘有一点掉漆，咨询厂家后确认是可以补件的。里面的内盒居然也是一个飞机盒，那所有的零件呢，一共是分成了13个零件分包，12个大步骤。拼搭手册1本，厚度超过了2厘米。开篇做了8页的彩图，对原型车和积木的设计做了一些介绍。另外总部数一共是有1100多部，部均3.5个零件，属于比较细致的分布设计。这款套装的贴纸还是比较多的，可以看到有像这样的3大张，其中2张透明贴纸，1张转印贴纸。在零件方面，这款套装基本采用了高砖零件，那轮眉呢则是全新开模的独占零件。另外还有一组线控灯光组件。好了，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内部设计。这里看一下前悬架，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使用了2枚小号硬避震，测试下来回弹力度适中。对于1:8跑车来说，可能会有支撑性的风险。作为4驱车型，动力从预留好的接口进来以后，通过差速器端的22:14的齿轮组，然后向左右两侧传输。再看转向和方向盘联动，转向动力从车底预留好的4伏电机接口进入，直接通过1枚12齿齿轮带动转向齿条，实现车辆的转向。另外在前面这里呢，还可以看到一组额外的转向拉杆，可以让转向联动更加稳定可靠。而方向盘联动则是通过转向拉杆上面的另一组齿条以及一组8:8的齿轮组实现。这里可以看到非常少见的直列5缸发动机，使用了一些电镀零件，并且呢也是通过链条和传动轴连接。
后悬架同样也是左右两侧各使用了2枚小号硬币阵，测试下来呢，回弹力度适中。另外可以看到，设计师在左右两侧各预留了一个行驶电机的动力接口，通过3枚24齿齿轮把动力汇合到中间，然后向前后方向传输。总的行驶动力齿轮比也就是1.57:1，属于在速度和扭矩之间比较平衡的齿轮比设定。另外，这个方案的传动效率呢也是比较高的。那这里可以看到，这辆奥迪 S1 呢也是采用了一定的模块化设计。在底盘大模块合体以后，我们在这里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整辆车子的行驶动力结构，尤其是中间这根非常长的由十字轴和十字轴连接件组成的主传动轴。稍后加入的电机测试可以看到，包括转向，还有行驶与发动机联动呢，都是没有问题的。这里可以看到2种不同的安全带方案。其中布置的这个方案以前从来没有见过。在安装的时候呢，2根腰带和1根挎带因为预留的长度比较长，所以需要稍微修剪一下。那最好呢再用火机把边缘稍微烧一下哦。这里可以看到转向和方向盘联动的后续结构，动力从前面看到的8:8的齿轮组出来以后，还经过了一组20:12、一组12:20以及一组12:20。车头这里的风扇联动通过一组16:16的齿轮组实现。最终拼好的成品长60厘米，重2.76公斤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功能测试情况。首先是前后悬架回弹，测试下来前悬架的回弹行程非常小，车身稍微压下去一点呢，轮眉就会和轮胎发生干涉。后悬架没有问题，回弹行程和手感都非常清晰。那这也是因为整个车子的重心比较靠前，而前悬架的支撑性不够所导致的问题。我们这里呢也可以使用几枚零件对这里的结构做一下修改，在成品阶段呢也是可以调整的。接下来是行驶和发动机联动，以及转向和方向盘联动，测试下来都没有问题。包括发动机前面的风扇旋转也是非常的顺畅。然后是引擎盖、后备箱以及2侧车门的开合。引擎盖打开以后，这里有一根支撑杆，和原型车呢也是一样的。那2侧的车门开合也没有问题，并且可以看到设计师在这里还通过1枚凸力做了一个锁门结构，扣上以后轻轻拉呢是拉不开的。不过这个车门呢，设计师是有做车窗结构的，但是车窗并不会跟着车门一起打开，而是属于车体的一部分。好啦，那么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加入电机。这里需要2枚 XL 电机、1枚4伏电机以及1套主控。测试下来可以看到，所有的联动呢都是没有问题的。并且在下地实测环节，我们可以看到这辆车跑起来的速度呢，在1:8跑车里也算是比较快的级别了。包括转向呢也是非常灵活，但是倒车的时候，轮胎会和内部的零件发生刮蹭。经过检查，确实是因为之前提到过的前悬架支撑性不够，所以车身趴下去以后呢，引擎盖里面会有部分零件和前轮发生干涉。那如果是按照前面提到的，把前悬架做一下改动，这个刮蹭的问题呢，也就不会再出现了。牢固度方面，测试下来前后抱、左右抱都是没有问题的，包括车架也比较结实。相对来说，就是外观面上部分使用砖块零件的地方，如果碰到的话，会比较容易脱落。那么这款套装的整体测试情况就是上面这样。最后还是看一下小问题。首先是这款套装的贴纸量是比较大的，粘贴下来比较考验手艺和耐心。比如仪表盘这里一共有19张贴纸需要粘贴，还有一些比较大或者比较长的贴纸呢，也要特别细心一点。尤其是比较长的透明贴纸，在粘贴的时候最好是准备2把镊子比较好。手册方面，849步的2个子步骤图示反了。
475步有图示错误，3枚平面砖应该往上1个单位。481步，在装入12齿锥齿轮的时候，需要注意在前轮回正的情况下十字对中。最后，虽然绝大部分零件都是高砖零件，但是部分零件还是有点小问题。首先，电镀零件，因为电镀的厚度比较厚，加上表面比较光滑，所以有几个零件在安装以后呢，会自己滑着跳出来。另外，6553十字轴连接件的十字轴孔异常偏紧，做了滚镀工艺的短棍零件异常偏紧。还有补充包里的电镀零件和标准包里的电镀零件存在质感上的差别。好啦，那么以上就是这款套装的全部评测情况了。大家还有什么想看的套装，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给我们哦。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